大家好，我是埃及南希。从我做 UP 主到现在，被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古埃及和现代埃及没有关系。还有更狠的，你们是阿拉伯人，不是埃及人，直接把我开除国籍了。今天就来讲讲古埃及和现代埃及到底是什么关系。先做个调查吧，认为古埃及和现代埃及是传承的，请打个1；认为没有传承的，请打个2。我现在就给大家证明一下，我爷爷就是我爷爷。首先，大家要清楚，世界上并没有一个人种叫埃及人，也没有一种叫阿拉伯的人种。我们说的埃及人是指的在埃及诞生的，受到埃及文化影响的叫埃及人。不管是埃及的科普特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是埃及人。埃及人从古至今都是高加索人种混一点点尼古罗特人种。其实我不知道那些说古埃及灭绝的人是哪来的消息，教科书上还是什么地方。我今天就给大家证明，古埃及并没有灭亡，古埃及一直延续至今。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基因方面，埃及人在这方面比较有优势，因为古埃及木乃伊数量非常多，平民、贵族、法老都有。世界很多国家都研究过古埃及人的基因，不管是法老还是平民，他们的基因都能证明我们就是古埃及人的后裔。我会在简介里面放几个权威的报告论文，大家可以下载看看。因为埃及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民族灭绝，也没有大量的迁入或是迁出，外族的入侵也不足以稀释埃及的基因。阿拉伯占领埃及也只是更换了一部分统治者的人，主要的人民还是原来的人。而且阿拉伯入侵埃及的时候只来了4000个军队，最多的时候就12000个，但是当时的埃及人有600万，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稀释埃及人的基因。而且阿拉伯并没有对埃及进行人口迁徙，只是改变了原来的信仰。现在的埃及人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是混血，但是主体民族就是埃及人。所以那些说古埃及和现代埃及没关系的人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我就一个动作就能证明现在的埃及人就是古埃及人的后裔。你看那些外国人扮演埃及艳后，虽然很美，但是没有这种古埃及壁画的感觉。就算是和埃及很近的别的阿拉伯国家的人扮演，也没有古埃及那种气质。这就是必有说的雪漫鸭子，并不是因为我的服装、我的发型。我穿坎蒂斯的衣服，不知道的人也说我是埃及女王，就是因为长相和气质，所以没有人能开除我的国籍。我看了很多中国学者写的埃及历史书，他们和埃及本地的学者一样，都是从古埃及一直连续的写到21世纪。这也说明在中国学界认可的埃及文化一直延续至今。你说古埃及和现代埃及没关系，你哪来的消息啊？关于文化，很多人可能觉得古埃及文明消失了，古埃及文化断层了，没有流传下来。首先，你不要觉得现在的埃及和古埃及壁画上的不一样就觉得埃及文化消失了，因为文化都是会包容、会演变的。现代埃及延续了非常多的古埃及文化，食物、服装、民俗、节日，甚至语言。可能你会说，现在埃及人也不说古埃及语啊。确实，现在埃及人说是阿拉伯语，但是埃及的阿拉伯语和别的国家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叫阿美言。很多阿拉伯语专业的人来到埃及就懵逼了，沟通不了。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埃及的阿拉伯语就不一样。那到底有多少词来自古埃及语啊？我知道的大概有500多个，我会做一个列表，简单的列举一些。埃及的肚皮舞大家应该都知道，几乎每一个埃及女孩子都会跳2下。它的来源就是来自古埃及人想伊西斯出世的时候跳的。还有埃及女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就会打耳洞，也是来自古埃及。有看过埃及歌手表演的应该知道，埃及人唱歌或是跳舞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这样的，其实也是来自古埃及。
在埃及，我们不会讨论我们和古埃及的关系，没有争议的。现在在埃及从小就开始学古埃及语、古埃及文化，毕业证啊、护照啊等等证件上都是埃及元素，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但是来埃及的人很少去了解埃及本地人的文化，大家只会去看一些古迹，一些游客看完古迹再看现代埃及，觉得不一样，就觉得古埃及消失了。其实大家在埃及听到的、吃的、看到的很多都是来自古埃及。埃及人穿的那种袍子，大家可能觉得是很阿拉伯风格，其实它来自古埃及，和别的中东国家并不一样。埃及的食物也非常多来自古埃及，我举2个最普遍的埃及人最喜欢吃的，比如穆鲁黑亚和弗提尔。穆鲁黑亚每一个埃及人都爱吃，但是每一个外国人都接受不了。其实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弗提尔是埃及人早饭必备的，古埃及人用来祭祀神明。一些古埃及的节日我们现在也在庆祝，比如文分节，埃及人在这几天会放假，来到草坪或是河边野餐，吃一些传统的食物，像古埃及人一样把鸡蛋染上颜色送人。古埃及的生死观一直都是非常独特的，现在埃及也保留了一些。在古埃及，坟墓也叫永恒之屋，他们也会写一些铭文。现代埃及人的坟墓也做成了房屋，一家人都在一起，而且像古埃及人一样写一些句子，这个和宗教无关，不管是埃及的基督教的还是穆斯林都是这样的。包括现在的一些地名，比如阿斯旺、达曼胡尔也是来自古埃及。这些例子真的太多了，说都说不完。但是作为非埃及人，他们很难看到这些，或者埃及人也早就习惯了，不会主动去宣传。我今天想传达的就是，埃及人一直都在，埃及文化也在，只是它包容共存了很多文化。所以以后不要再说古埃及和现代埃及没关系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啦，下次再见，拜拜。